佛门净地被一群十毒俱全的和尚糟蹋得精华全无，现在释永信凉凉了。少林寺的和尚组团辞职，是不是有点大快人心？您好，这里是大时局真实中国，我是王真。自从吃喝嫖赌抽、坑蒙拐骗偷的释永信拜拜了之后，官方给少林寺塞进去一位新人，叫做施印乐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印乐住持想用他那小细胳膊极力挽回少林寺的恶劣大粗腿形象，于是上任的第一天就推出了5大新规：商业演出取消，高价开光不允许，清理寺庙商铺，推行农工自养，改革收入分配。释永信在任30多年，把少林寺从一个清修之地变成了年收入超过10亿的商业大公司。但后来释永信卷入腐败案，这套商业化少林的模式也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。少林寺之前的武僧团全球商演可是个大生意，在释永信执掌少林寺的30多年里，武僧团成了移动的印钞机，每年在全球巡演超过200场，足迹遍布100多个国家。武僧团在欧美、东南亚、非洲等地都有演出，甚至登上过英国白金汉宫这样的高端舞台，普通场次能赚10万到50万美元，最高纪录是单场50万美元。光是武僧团巡演这一项，每年就能给少林寺带来2亿元以上的收入。因为很多老外对少林功夫有种天然的好奇心，愿意花高价看正宗的少林武僧表演。现在武僧团商演取消了，文创店、淘宝店也取消了，这些年少林寺都快变成佛教商场了。一进山门，左边纪念品商店叮叮当当卖佛珠手串，右边扫码支付电子功德箱闪个不停。台上武僧飞檐走壁，台下导游拿喇叭吆喝，经书还没念几句就得赶场子去表演。来少林寺的游客10个里面有9个半是来拍照打卡的，剩下那半个还是走错路的。至于修行嘛，早被商业大潮冲得没影了。以前少林寺的周边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从佛珠到 T 恤，甚至还有禅意月饼，现在通通下架，连游客扫码捐钱的电子功德箱都被取消。以后想布施，只能亲手把钱放进传统的木箱里。现在寺庙内都是免费可以领取的清香，不再有动辄上百元的高价香了。和尚们过去的潇洒日子彻底结束。以前有人开着奔驰进出寺庙，现在连电动车都没得骑。古代穷人家养不起孩子，或者遇上灾年，送儿子去寺庙起码能混口饭吃，饿不死。还有的就是欠了钱犯了事，寺庙是官方认证的避风港，剃了头官府就不追究了，比如鲁智深。而且每天天不亮起床念经，吃素吃到脸发绿，挑水种地扫院子相当于以工换饭。寺庙不养闲人，懒汉早被赶出去了。再看看现在的和尚，不少名寺的和尚月薪过万，包吃包住，年终还有香火分红。到了现代，尤其近30年，当和尚逐渐变成了一份高性价比职业。要看到一个寺庙的招聘信息，实习生待遇是包吃住，需要做满2年，津贴18000一个月，转正后2万到5万一个月，方丈住持1个月8万以上，并且注明了免税还有年终奖。这待遇难怪大家都抢着去当和尚。以东华寺为例，2015年招聘报录比高达400比1，比公务员考试还难。有些寺庙和尚早课完就能玩手机，下班后喝酒吃肉也没人管，只要不被拍到。释永信之前为了敛财，把少林寺打造成了销金窟，中国老百姓对此嗤之以鼻。中共希望印乐可以挽回一丢丢少林寺的形象，可是谈何容易。当今中国没有信仰，一切向前看，把我来钱道堵死了那不行，此处不留爷，也去投奔道教。于是和尚们纷纷辞职了。有人憋屈啊，为了当个和尚，硬是把学历卷到了硕士，没成想还没开始发财呢，释永信就下去了。哎，咋就生不逢时了呢？光是去商业化还不够，要让和尚看起来像和尚啊。
于是和尚们必须早上开始诵经耕田，下午修行，也不能玩手机。庙里面修行还能刷抖音吗？这是多大的诱惑啊！岂有此理，通通都不准。散漫惯了，一门心思赚钱的僧人们集体暴动，我们躺平，我们辞职。其实要我说，这也是好事。佛门清净之地，现在乌烟瘴气，少林寺的和尚一个个都是网红，在寺庙里玩直播带货，劲儿劲儿的，这像话吗？祖师爷看到你们这样，估计是被气得要原地圆寂了。网友也高兴，这个消息今天登上了新浪微博热搜。要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呢，大伙儿一阵欢呼，认为走的都是假和尚，念的是经不是经。还有人说少林寺以后可能收入骤减，要完蛋了，但是这也是另一种积德了。说完和尚辞职，再看看普通牛马的日子。现在中国老百姓出国真是越来越难了。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，采访了一些公职人员和教师、医生，他们说现在这些体制内的人士都被要求上交护照，防止润，特别是中产阶级。为啥呢？中产怕了，现在求人的韭菜已经割完了，就等着割中产呢。你中产都跑出国了，钱都带走了，还怎么割韭菜？报道说，在中国许多城市，公职人员以一般性出国考察、日常调研、交流学习为目的的公务出国旅行已被禁止，因私人原因的出国旅行也需要获得批准。其中一位南方公立小学的语文老师说，他的工作合约中有条文规定，未经学校允许出国旅行可能会导致解雇。老师也很郁闷，政府一方面希望外国有人过来，希望他们拉动经济，但另一方面，为什么要把我们困在这片土地上，而不是让我们去见更多的世界？河北省一所小学的音乐老师说，他今年夏天申请去马来西亚，因为他的姐妹要去那留学，但被校长拒绝。浙江省一名护士表示，他若要出国旅行，需要4层审批。这些限制似乎表明，当局担心即使是普通员工，也可能携带敏感资讯或非法资金出逃。而浙江省舟山市附近6个渔村的全职官员被要求上交证件。江西省的一家公共卫生机构也要求员工上报自2018年以来的所有出国旅行情况。即使能获得出国，仍有层层限制。内蒙古工业大学要求员工在国外时，未经批准不得接受任何媒体采访或任何外方会面。若遇到反中势力，需向中国驻外使馆报告。回国后1周内未交回护照，可能会导致5年内被禁止出境。研究中国公务员制度的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刘东书表示，许多限制很可能并非源于中央指令，但随着中央对中层官员的审查加强，中层官员或许是在试图避免可能引发的麻烦。刘东书也提到，虽然普通中国人可能会抱怨对其自由的限制，但政府雇员不太可能进行太多反抗。纽约时报采访的政府工作人员都表示，不会因为护照被没收而辞职。在浙江省担任护士的朱女士表示，她每年有约人民币20万元的薪资，远高于所在城市的平均薪资水准，足以抵消被剥夺的情绪价值，且身边的人也处于相同情况。大家都死也就还好，你知道吗？乱世中苟活还真是一点没错。这里是大时局真实中国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